人活着要修行，动物活着也要修行。从前有一只猫，它以前呢就不知道要修行，突然有一天在寺院，然后佛祖显灵了，佛祖就告诉他一定要修行，修行以后你就可以得道成仙，下一辈子你就可以免受轮回之苦。这个猫就问佛祖，那怎么修行呢？佛祖说了，每帮助一个人就长只新尾巴，每帮助一个人就长只新尾巴。当你长出9只尾巴，变成9尾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道成仙，跳出6道轮回。这个猫从此以后明白了，我要帮人。记住，真真正正的修行不是自己修，是真真正正的去普度众生。猫帮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，这个书生呢盘缠用尽了，又偶得风寒，在破庙里面躲雨，眼看就奄奄一息了，遇到这个猫了。这个猫就跟书生讲了，我能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，你说吧，你想实现什么愿望？这个书生说，真的吗？猫说真的。书生说，我的愿望就是想让我身体健康，然后这个病赶快好，去到京城能够考上状元，将来能够成为一方清官，造福百姓。这个猫就帮助了这个书生实现了这个愿望啊，书生很开心，然后真的成为了一个地方官。当猫帮助了这个书生以后，这个猫真的长了一只新尾巴，猫很兴奋呐，从此以后就走在了帮人的路上啊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。当这个猫长出第8只尾巴的时候，猫太兴奋了，只要再帮助一个人，我就能够跳出6道轮回，得道成仙啦。结果这一天他又帮助了一个人，结果帮助完以后，他虽然说长了一只新尾巴，因为用了自己的功力帮助了这个人，掉了一只旧尾巴。从此以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，掉一个旧尾巴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，掉一个旧尾巴，200年过去了，8尾猫还是8尾猫。但是猫没有气馁，虽然猫有点失望，它依然走在渡人的路上。话说还是一个破庙，话说还是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看着挺眼熟。猫看到以后还是很不耐烦的去金色行善，你说吧，我是8尾猫，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书生说，哇，这个世界真有8尾猫吗？书生见到猫比猫见到书生还兴奋。书生说，你这样，你跟我回家，让我想想行不行？猫就愤愤然的跟他回去了。回家以后，这个书生跟这个猫在一起待了整整3天3夜。书生觉得很奇怪，8尾猫不是死鸡仙吗？咋每天愁眉不展呢？就问这个猫，猫就把这120年修行的经历全部告诉了这个书生。讲完以后，猫都不耐烦了，你赶快说吧，你有啥愿望？我帮助你，我还要帮助别人呢。那个书生说，你真的可以帮助我实现愿望，不管这个愿望是什么都可以吗？猫说，你废什么话，什么愿望都行，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书生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帮助我实现一个愿望，那我的愿望就是让你长出第9只尾巴，成为9尾猫，得道成仙。猫愣了，猫哭了。猫说，我行侠仗义这么多年，每一个人都只关注自己，从来没有人关注我，你为什么要帮助我？书生这个时候从自己家的书房取下了一个画像，这个画像画着的就是8尾猫。他说，在200年前，我家祖上在一个破庙里遇到了一只猫，这只猫救了他，让他成为了一代圣贤，成为了一代清官。从此以后，我家留下祖训，凡我家后人遇到8尾猫，一定要报答此恩，帮助这只猫实现他的愿望。在这一刻，猫懂了，猫终于明白了佛祖死前讲的那一句话：本欲度众生，反被众生度。当你想去度众生的时候，有一颗度众生之心，在度众生的时候度了一辈子众生，到最后发现其实不是你度了众生，是众生度了你。这个地球是圆的，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，你也一定可以帮到另外一个人。有一件事对你来讲易如反掌，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比登天还难。只有你先帮助了那个需要你帮助的人，那个帮你的人才能够出现。所以当猫真的成为9尾猫，得道成仙以后，请问这个猫会帮助书生实现几个梦想？帮助书生实现所有梦想，让书生跟他一起跳出6道轮回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人生是需要贵人的。你的人生之所以贵人迟迟没有出现，因为你还没有成为别人的贵人。要想让帮你的人出现，首先你要先帮助别人，就是因为你帮助别人，到最后你一定被别人所帮。爱出者爱返，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，因果真实不虚。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伤害的每一个人，其实伤害到最后都是在伤害你自己。你在这个世界上帮助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不是在帮助别人，都是在帮助你自己。所以佛祖说，本欲度众生，反被众生度。凡动刀剑者，必死于刀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想害别人的人，别人有没有被你害我不知道，反正你到最后一定被人害。你不要怪你命不好，送你们一句话：你上一辈子的福报换来了你今生的八字。
很多人不相信因果，所以肆意妄为。反正我干坏事，下辈子才报嘛。记住，不是下辈子报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现实报？稻盛和夫90多岁写了一本书叫《心》，还有一本书叫《活法》。他说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让自己的灵魂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高一点。他说：“相信我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因果规律真实不虚。不要把时间放到当下，拉长10年，拉长30年，好人一定有好报，坏人一定有恶报。”接下来这句话很难听，但是如果这句话你能听懂以后，我可以让你们瞬间醒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财富、所有的健康、所有的好运、所有的财富，都是福报的变现；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灾难、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疾病，都是业障的体现。你今天升起的每一念、说的每一句话、做的每一个行为，都决定了是福报还是业障。福报是真实存在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健康、你的财富、你的幸福、你的所有一切，都是你福报显化出来的。那我们如何去做一些积福报的事情呢？日行一善，每天都要做善事，不是说真的要捐钱叫做慈善。你今天走在大街上，看到一个老奶奶推着车，刚好是个上坡，上不去，你上去帮她推一把，这就叫做善事。你今天回到家，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风中卖菜，别跟她砍价，把她的菜全买走，这就叫做善事。你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，你别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是真的假的不重要，你度他这颗心是真的就行了。力所能及的，有5块给5块，有10块给10块，有100块给100块，这叫做慈善。就不是为了说要福报啥的，但是福报真的是存在的，就是想帮他，就是觉得应该帮一帮。还是那句话，当你们真心的开始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是很开心很喜悦的。你如果每天按照周老师这样说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赚钱，你的运气会越来越好，你的朋友越来越多，你的贵人越来越多，你生命当中那些烂事那些坏人都会离你远去，因为福报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它存在。所以要干嘛？日行一善。推荐你们看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了凡四训》，天下第一奇书《了凡四训》。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已经500年了，这500年间，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，人的命天注定，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？那么这本书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，人的命虽然是天注定，但是跟我们后天的努力也是分不开关系的。这本书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那就让我们翻开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，一起走进袁了凡的世界。明代袁了凡所著“命自我立，福自己求”的思想，他告诫人们经历的一切的这个福祸，皆是由人自己可以掌控的。当我们行善，则可以积福；我们作恶，则会遭祸，并且现身说法，讲了袁了凡自己的故事。这本书分4篇，第1篇叫做立命之学，第2篇叫做改过之法，第3篇叫积善之方，第4篇叫谦德之效。用周老师的话来讲，其实作者就是通过道法术器4个维次来告诉你如何帮你改命。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《了凡四训》，跟周老师一样，每天与人为善，做善事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与人为善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世界会变得更美。《了凡四训》值得你读精读，它有可能真的是改变你命运的那本书。小富凭的是辛苦努力，中富靠的是这个时代，靠的是趋势，而巨富靠的就是福报。而福报掌握在谁手上？掌握在自己手上。你今天的一言一行一念都在积福报，或者是在积自己的罪过。人生活着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是你来世界上的唯一目的。你这辈子的房，你这辈子的车，你这辈子的钱，这些东西都带不走，你这辈子的福报能带走，你这辈子的灵魂成绩能带走。希望能够唤醒我们在座的所有人，从今天起，不要把赚钱当成你生命当中的唯一目标，把修道当成你生命当中的唯一目标。所以真的看这本书吧，《了凡四训》是真的可以逆天改命之书啊，是教你如何积累福报之书啊。当年的周老师就因为看了这本书，魔术般改变了我们周氏家族的命运啊。所以看《了凡四训》，点下方链接买这本书籍《了凡四训》，即可找到周老师，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。